上集影片我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在马克思死后，他的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派系，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史达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些派系到底差在哪里？又有多少是符合马克思原本的说法？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19世纪末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方案。当时在1890年代的德国，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有2位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跟考茨基起草党纲。他们2人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错误的，没有证据显示资本主义会崩溃，中产阶级在消失。19世纪末的德国反而见证了中产阶级的成长，白领劳工的比例大幅增加。这代表我们可以透过修正资本主义，来让更多劳工变成中产阶级，而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的是要让财富分配更平等。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反而强调劳工可以跟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结盟，进到国会里，这样就不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甚至说，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有组织的自由主义。这就让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反资本主义了，没有要搞革命，只是要从议会中提出一些改善政策，来让老百姓好过一点。像是当时列宁就批评伯恩斯坦跟考茨基，说他们已经屈服于资产阶级，但他们2人却反过来批评列宁，认为列宁掌权后解散制宪会议，打压异端，形同是独裁统治，而不是马克思所坚持的民主路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民主，否则就可能走上独裁。考茨基就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短短25年内，得票率从11%上升到34%，变成当时德国国会的最大党，有110席次的国会议员，是当时全欧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如果去看今天的北欧模式，其实也是走社会民主主义。还有美国近期的政治人物 Bernie Sanders 跟近期上任的纽约市市长 Zoran Mandani 都标榜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 And w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about is saying that it is immoral and wrong that the top 1/10 of 1% in this country own almost as much wealth as the bottom 90%. The definition for me of why I call myself a democratic socialist is the words of Dr. King decades ago. He said, call it democracy or call it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re must be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for all of God's children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s what I'm focused on, is dignity and taking on income inequality.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曼达尼当选就代表纽约要被共产人士给统治了，这其实就是没有理解社会民主主义跟共产主义的不同。社会民主主义走的是议会民主路线，而不是革命路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走革命路线的列宁主义。1917年10月革命后，列宁所带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上台。列宁上任后，其实做了不少进步的创举，像是让苏联成为第一个工时8小时的国家，还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在沙皇时代还没有言论自由，现在突然享有了这种自由，许多报章杂志都热卖，每个街角都可以看到老百姓在做公共讨论。俄罗斯的土地变成公共财产，生产的数量也是由社会集体的需求决定，同时也引入了现代医疗、失业保险。这里面的许多措施的确都符合马克思的提议，所以在苏联刚创建时，很多全球左派人士都相信共产主义真的要实现了。像是美国的海伦·凯勒，还有法国的毕卡索，都曾经公开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列宁有2个原创思想是马克思没有的。第一个是党的中央集权，要尽可能集中权力，而且要以党派为中心。为什么党的角色很重要呢？因为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会因为被资本主义压迫就自发的产生阶级意识，大众必须靠一个由上而下的政党来教育他们，
告诉劳工说你们是被压迫的阶级，人们才会有自觉。所以要改变社会，必须要先夺取政治权利。如果不先掌握权力，资本家阶级可能会趁机反击。劳工能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长期在辩论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劳工需要一个外来的声音指引，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那你就是比较偏向列宁主义。如果你认为劳工不需要党派的指引，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那就是比较偏向无政府主义。第二个列宁独创的概念是革命先锋。列宁认为革命要能成功，不能等到有广大群众支持才开始行动，那样太慢了，必须要先有一小群人冲出去，后面的群众才会跟上来。这支先锋队里要有最有才华、最懂革命的人来领导。所以列宁想象的社会转型，不是有一群多元、各自不同声音的队伍，因为没有党的指引，群众就是一盘散沙，不懂得怎么组织，必须要由一群懂革命的专业人士来主导。而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担当这项任务。但是到了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立宪会议中竟然没有取得多数席次，列宁非常意外。原本以为革命成功后，他所带领的党自然会得到多数支持，但事实上，当时俄罗斯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农民更支持另一支左派政党社会革命党，所以列宁就以反革命为由，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他说，苏维埃共和是比立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共和更高的民主形式。说穿了，就是要搞一党独大、个人独裁，从民主转向专制，镇压反对党。但是列宁的理由是，革命的成功是最高原则，手段不民主也没关系。这就引发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认为这已经违反了马克思的理念，因为马克思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工的自我解放，像是没有党派主导的巴黎公社。曾经跟马克思通信过的革命家 Zasulich 就出来批评说，这是反无产阶级的独裁。1918年开始，列宁成立秘密警察机构肃反委员会，把所有可能反对革命的人都抓起来，大规模逮捕、枪杀。1920年，俄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根除工会自治与工人掌权。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显的模式，列宁先把自己的政党视为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任何反对他的都是敌人，都必须被铲除。1年内就有3万多人被处决，党还会鼓励小孩举报自己的家人。1920年代，苏联政府对出版物实行严格审查制，查禁了许多他们认为有害思想的书籍。许多哲学书，像是康德、叔本华、笛卡尔、尼采，甚至连马克思的著作都被查禁，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是反对国家审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吊诡的结果，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查禁了马克思反对国家审查的书。同一时期，列宁开始搞劳动军事化、大规模工业化。他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苏联加上全国电气化。为了完成这项计划，国家开始强迫劳动。列宁说，俄罗斯人的习性在没有外力强制下就会偷懒，不完成工作。结果是出现了比资本主义还要压迫劳工的体制。好巧不巧，1921年，苏联正好出现干旱，造成大饥荒，许多农民没有东西吃，最后只好人吃人。根据统计，有超过500万人丧命。不过，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跟苏联决裂的关键事件，其实是1921年3月爆发的克隆斯塔特起义。彼得格勒的水手、工人发起罢工，要求停止恐怖统治。他们说，俄罗斯工人从资本家的奴隶变成了国营企业的奴隶，提出15点要求，像是恢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推翻一党专政、回归苏维埃民主制。这场起义持续了16天，苏联官方把这次事件定调为反革命叛乱，说他们是背叛革命的人。叛乱遭到红军镇压，数千人死亡。这场镇压成了苏联从共产转向集权的关键。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甚至直接说，与其跟反对派的人争辩，用步枪讨论会更好。这让许多原本支持苏联的左派人士都死心了。例如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Emma Goldman
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在俄国的幻灭》。里头他直言说，革命曾经做过的努力都被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机器给摧毁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在1920年兴高采烈地造访苏联，还跟列宁本人对谈了1个小时。这趟旅程让他大失所望，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罗素把苏联比作一种宗教，他说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对科学实证无动于衷，而且还是一种智能自杀。革命到了1924年，估计全俄国人口已经有20%被牺牲。比起沙皇几百年来的统治，苏联政权光是20年的时间就死了更多人。这一连串的灾难迫使列宁最后实施一套新经济政策，回归市场机制，让农民自由买卖谷物，而不是由国家征收。讲白了，就是要开始走资本主义市场路线了。这才让苏联生产额慢慢回到1战前的水准。结果绕了一大圈，社会主义变得跟资本主义一样，透过剥削劳工跟农民来变富裕。所以不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其实是党国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政府也开始聘雇资产阶级来当红色经理人，官员也变得越来越贪腐。列宁自己也注意到这件事了，其中他最在意的人就是史达林。列宁在他的遗嘱里写道，如果史达林手上握有权力，会无法谨慎善用职权。而在他死前最后的遗言，他说这部机器已经失控了。列宁死后，苏联出现了对立的2派，托洛斯基跟史达林。当时史达林展现出很强的个人独裁野心，托洛斯基就批评党内已经走向独裁统治，结果就被史达林的侧翼围剿。托洛斯基跟史达林2个人在吵什么呢？托洛斯基提出一套不断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基础上开始，但它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因为任何一场革命都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环，要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世界系统，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所以苏联要能够成功实现共产，就必须联合其他国家。马克思就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是国际运动，因为这样才能让世界市场的科技生产力互相流通。如果共产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出现，世上其他国家都依然是资本主义的话，那等于是一个共产国家被数百个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只要他们集体抵制或是联合起来介入，就可以让这场革命失败。所以只在一个国家内部搞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是史达林就批评托洛斯基，认为即便其他国家没有出现革命，苏联自己一国也可以成功发展出社会主义。尤其当时的苏联生产力还很低落，老百姓都自身难保了，哪还有时间精力去帮其他国家搞革命？苏联应该要先追求自给自足才对。到了1927年，史达林就把托洛斯基为首的反对派人士都逐出党，许多人被判3年徒刑、5年徒刑。托洛斯基则是被迫流亡海外，逃到了墨西哥，自己筹组第4国际，试图告诉世人史达林的真面目。There are no crime in history more terrible in intention and execution than the Moscow trials of Zinoviev Kamenev and of Petakov Radek. His trials developed not from communism, not from socialism, but from Stalinism, that is from the irresponsible despotism of the bureaucracy over the people. What is now my principal task? To reveal the truth, to show an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true criminals hide under the cloak of the accusers. 结果在1940年，托洛斯基在墨西哥家里被史达林派出的杀手暗杀。他在墨西哥的葬礼有30万人出席。托洛斯基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近期台湾出现的台湾革命共产党火花，就是自称托派组织。托派的特点是，它既非史达林主义，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认为要有由下而上的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经济运作。20世纪许多对苏联失望的左派都转向了托洛斯基主义，像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列东，或是美国哲学家 McIntyre， 都曾经推崇托洛斯基主义。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也曾经加入过托派，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当时国民党遵从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里的民生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就说，我们可以施马克思之意，但不可以用马克思之法，也就是要正视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但不要搞阶级斗争。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就被派到苏联留学。这段时间恰好是托洛斯基跟史达林在斗争的时候。蒋经国读到托洛斯基的一段话，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深受感动。但是因为他的立场靠近托派，史达林上台后就把蒋经国送到煤矿区当矿工。后来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日子》里写道：“我在这段岁月中，虽然身心均遭受重创，但也看清楚了共产国际的真正本质和苏共及中共的真面目。”在二战后，苏联也有少数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就，像是太空计划的成功。这显示出中央调动资源的确可以让科技快速发展。1950到1965年，苏联的经济成长率是 3.4%， 而美国只有 2.3%。但也是因为疯狂拼经济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后来民不聊生，国家破产，最终在1991年解体。很多人会说，苏联解体证明了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这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当今许多左派的回应是：没错，苏联失败了，因为苏联本来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马克思没有要一党独大的国家来集中权力，他偏好的模式是巴黎公社跟英国的合作社运动，都是人民由下而上的民主控制，也就是《资本论》里所提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另一方面，苏联本质上其实跟资本主义很类似，都是为了拼经济而压榨劳工阶级，只是苏联是由威权政府主导，不听话的就会被送去劳改。马克思其实曾经批评过这种威权的共产制度，把他们称作军营共产主义，这也不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最后，苏联有各种国家审查，对自由的打压，苏联电影只能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故事，许多史达林清楚的政敌后来还会在照片上被消失。例如这张照片，原本在列宁身旁的托洛斯基，在后来的版本里就被消失了。但是马克思早年做记者时就有过言论不自由，所以他很重视人的自由表达，能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这些问题都凸显了苏联离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其实非常遥远。苏联的共产实验在欧洲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分支叫做法兰克福学派。1923年时，有一群犹太裔知识分子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研究所。这个学派的哲学家辈出，有大名鼎鼎的阿多诺、霍克海默、班雅明、马库瑟。当时这些知识分子看到苏联走向极权主义，激发了他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出路。1927年时，班雅明就亲自造访莫斯科，看到苏联的景象就彻底幻灭了。他在莫斯科日记里写下：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意味着放弃你的个人的独立性。而在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兴起，阿多诺因为是犹太人，就从德国逃离到了美国。他在他的书《启蒙的辩证》里，质疑马克思所秉持的启蒙进步观点。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可以透过阶级斗争，最后走向共产社会的欢喜大结局。但历史反而证明了，西方200多年来的启蒙思潮不断强调理性、技术发展，并没有带人类走上一个更文明的方向，反而是退回到了野蛮社会。因为纳粹集中营就是最理性精神的体现，纳粹军官都非常重视科学管理，效率最大化，这本身就是非常吊诡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问，为什么当时的德国劳工明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受害者，却没有选择转向左派，而是转向了极右派，拥抱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劳工没有像马克思的预言一样，会发展出阶级意识，反抗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每次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时，就会有一大群劳工拥抱极右派，那不就跟马克思预言的刚好相反吗？经济危机并没有成为共产革命的契机，反而是让世界不断的走向法西斯。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凸显出资本社会里的群众
其实跟共产政权下的群众一样盲目。人们时常以为资本主义是集权的对立面，而没有察觉到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创造出了法西斯集权，还以为只有共产政权会走上集权。到了二战后，美苏冷战时期出现了核子武器的危机，许多人都认为美国跟苏联两边都不是理想的选择。60年代的年轻人厌倦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开战，出现了反越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巴黎学运、布拉格之春。在这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瑟成为了当时社会运动的领袖。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跟极权主义苏联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都是在操弄大众，让劳工不会去质疑体制的正当性。只是苏联的手段比较拙劣，很明显是国家强迫，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手段更高明，是让人内化虚假需求，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强迫。例如，人们不再觉得自己被工作奴役、被老板奴役，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虚假需求，让劳工觉得必须努力赚钱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像是下班时间去血拼购物、出国旅游、疯狂追剧。所谓的休闲娱乐，其实是被资本主义灌输的强迫娱乐。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浸泡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广告宣传里。这些广告行销创造了一些虚假需求，人们不自觉就内化了这些价值观，认为这是我真正的需求，结果是真的需求被假的需求给压抑了。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我们买到了我们想要的商品，买到之后我们依然觉得欲求不满，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马库瑟把这称作单向度的人，所以马库瑟说，真正的解放是人类欲望的解放。但是这就留下了一个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谁能够定夺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需求呢？难道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了算吗？就算我是被资本主义洗脑，喜欢买名牌又怎样？我开心就好啊！你凭什么说这是虚假需求？这些问题是至今都还在马克思主义里辩论的主题。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所以在今天的大学里，社会科学系、人文学系都还是会把这些人的作品当成指定阅读。1949年国共内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国民党逃回台湾，中国变成由共产党掌权。这一年，世界权力版图大幅改变，因为当时中国有5.4亿人，等于全世界突然多了5.4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底下。对人类遵守1/4的中国人，人数站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情况跟苏联很像，当时中国工业化程度低，多数人都是农民，2.5% 人口占有全国40%的土地，所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第一要务就是斗地主、打土豪。直到1971年，95%的耕地分配给了7万个农村公社。1950年代，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至少71万人遭处决，200万人被囚禁。1958年开始，为了要超英赶美，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全国大炼钢，提升重工业产值。问题是，共产党没有工业规划的经验，于是就开启了一连串的灾难。6000万人必须从原本的工作岗位转调去炼钢。家家户户把原本有用的钢铁制品都熔掉了，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物质生活才开始改善。大规模公共卫生基础建设，让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在20年内就从40岁提升到了64岁。1966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大规模整肃，发动文化大革命，许多青年被送到乡村地区进行再教育，教育他们要多接触农民跟大自然。毛泽东说，少读点理论，多一点实践。读太多书是有害的，博学还不如红学，读小红书就好。在这段期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升到了新境界，连史达林都望尘莫及。就连在国外，毛泽东也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共产革命家。从西方左派学生运动到印尼、尼泊尔，都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狂热信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2战后，许多被殖民的国家纷纷独立，大概有90个新国家成立。
这些亚洲跟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一个问题，他们在经济市场上依然高度依赖殖民母国的企业，所以形式上虽然独立了，但实质上这些大企业在当地依然握有大权，导致这些国家独立后对资本主义特别反感，认为这是欧美帝国主义的遗毒。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在印尼举办了万隆会议，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当时流亡海外的台独运动人士廖文毅也代表台湾参加，这是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自己讨论国际事务。当时中共就看准了这个机会，派出周恩来重塑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强调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当时毛泽东在国际上是左批苏联的集权，右批美国帝国主义，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中国为全人类指引了第三条路。1959年，美国黑人运动的知识分子 Du Bois 亲自到中国拜见毛泽东。1968年，法国巴黎学运期间，许多学生甚至高举毛泽东的海报。法国哲学家 Badiou 甚至到今天都还自称是毛主义者。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à mon avis, est le plus important événement politique de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Ce n'est pas du tout la continuation de Staline, c'est une contradiction explicite avec la voie stalinienne de construction de l'État socialiste, puisqu'il s'agit qu'une question interne au parti soit immédiatement discutée et portée à échelle de masse. 当今老一辈的法国左派都还对中国抱有某种美好的情怀，所以与其说中共是共产主义，不如说中共利用了共产主义来自我行销，打着为弱势国家伸张正义的名号，借此博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最终在1971年，成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次。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甚至告诉全世界，如果中国未来变成帝国主义，就应该一起推翻它。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从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80年代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宣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其实就是走资本市场的路线了。不过，中国模式不能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来理解。例如，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中国要搞房地产、土地投机，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这种党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回答：中国符合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吗？首先，中共的一党专政模式更接近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但马克思认为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所以在出发点上，中国的情况就已经跟马克思所预想的不同了。再来是转型策略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贫穷农民的角色。他说，农民比无产阶级更具革命精神。马克思原本预想的共产主义是要先累积资本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才能让整个社会均富。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啊，加上中国人口庞大，很多事情只要人多就可以解决了，就算没有科技创新也没关系。这算是超出了马克思原本的预想。再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实现后，国家机器就不需要存在了。所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曾经提过，共产党有朝一日会消亡，还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早一点消亡。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共产党有天必须灭亡。这点符合马克思的说法，因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不需要有政党来管理，人民可以自主的民主管理。还有马克思主义强调反殖民、反帝国侵略，所以毛泽东曾多次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国斗争。1947年台湾爆发228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说：“我支持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原来毛泽东就是中国最早的台独分子，支持台独。
所以总结来看，毛泽东思想的确有些符合马克思的理念，像是共产党必须灭亡、反帝国的侵略，只是当今的中共恰好走了相反的道路，所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集影片里，我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从一开始走议会路线的社会民主主义，再到以党为核心的列宁主义，再到极权主义的史达林跟毛泽东，我们会发现，整个20世纪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偏离马克思原本的初衷。大众印象中以为的共产等于极权，其实是源自列宁首创的模式，而不是马克思的想法。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就更应该反对那些自称共产的极权体制。不过，也有少数左翼人士还是会为苏联辩护，例如英国知名的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邦，他在1994年的一场访谈里就曾说，如果苏联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国家，那史达林政权下受害的数百万人，就算是死得值得了。Do people now say we shouldn't have had World War II because more people died in World War II than died in Stalin's terror? So what that comes down to is saying that had the radiant tomorrow actually been created, the loss of 15, 20 million people might have been justified. Yes. This is exactly what people said about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这种人会被称作坦克左派 （Tanky）， 就是会支持威权政府用坦克镇压人民的那种左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世界对马克思的兴趣又重新燃起，人们开始辩论资本主义是不是不行了，带来太大的贫富差距，让人们买不起房，让新世代对未来没有希望。这几年 AI 跟自动化的发展，也让许多左派重新思考，也许共产主义这次真的可以实现了，因为未来的技术可以把大量工作都交给 AI 机器，人类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才是马克思原本构想的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种愿景，未来社会可能必须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否则就会造成大批人口失业，带来经济危机，就反而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There will be fewer and fewer jobs that a robot cannot do better. I think ultimately we will have to have some kind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choice. 在21世纪，要重新理解马克思，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归马克思本人的想法，才能重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的出路。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抽《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